孙子兵法到底出自谁之手？这部举世闻名的兵书被誉为兵学圣典，影响了无数将帅与领袖。然而，它的作者孙武其人却在历史中若隐若现，真伪难辨。有人说，孙武只是传说，他从未真正存在；也有人怀疑，孙子兵法其实是后人委托之作，甚至可能出自另一位兵法大师孙膑之手。到底哪种说法才是真相？最近50年来，中国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一座埋藏了2000年的汉代古墓，为这场争论提供了关键线索，几乎终结了千古之疑。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深入春秋战国的烽火岁月，抽丝剥茧，看看这部兵书背后的作者之谜如何被解开。传说中的孙武，字长卿，出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今山东一带。那是距今约2500年前的动荡年代，诸侯割据，战争频仍。孙武自幼熟读兵法，胸怀经纶。据《史记》记载，他为躲避齐国的战乱而辗转来到南方的吴国，今长江下游一带。当时的吴国只是长江下游一个新兴的诸侯国，国君吴王阖闾正广纳贤才，备战强军。孙武带着自己撰写的兵法13篇投奔吴国，希望一展所长。到了吴国后，孙武并非立即受到重用。吴国重臣伍子胥及伍员将这位北方来的兵法家推荐给吴王阖闾，希望君主赏识他的才能。然而，纸上谈兵终究难以取信于人。为了考验孙武的兵法实践能力，吴王提出了一个近乎荒唐的要求，让孙武以宫中美女为士兵，演习操练给他看。这便引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孙武训练宫女故事。据传，孙武将吴王后宫的2批宫女编为2队，并选择吴王最宠爱的2位妃子为队长。他手持战旗，严肃地下令宫女们操练列队。然而一开始，娇生惯养的宫女们并不把这当回事，嬉笑喧闹，对军令充耳不闻。孙武见状，再三重申军纪军令的重要，告诫他们令出如山，不可细细。然而宫女们依旧笑闹不止，演习陷入混乱。此时，孙武做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惊骇的决定：斩首。他毅然下令处死了那2名带头嬉笑的妃子，也就是吴王的爱姬。这一下，整个后宫顿时鸦雀无声，所有宫女吓得脸色铁青，再也不敢玩笑。孙武再度发令，鼓乐齐鸣，宫女们战战兢兢地开始依令行动。他们列队整齐，进退有序，如同真正训练有素的士卒一般。据说孙武此时神情冷峻，大声叱咤：“军令如山，违令者斩。”宫女们终于明白，他不是在开玩笑，而是一名严明冷峻的将帅。演习结果出奇顺利，连吴王阖闾都看得瞠目结舌。吴王原本因爱姬被杀大为恼怒，但目睹了孙武治军如神的手段后，也不得不折服。他深知军法无戏言，怪罪不得，转而赏识孙武的才能。从此，孙武被任命为将军，成为吴王手下的座上宾，兵圣。孙武的传奇生涯就此展开。接下来的岁月里，孙武协助吴王与伍子胥积极强兵训练，对外征战屡建奇功。据史料和传说记载，在孙武与伍子胥的谋划下，吴国迅速崛起为一支劲旅。当时中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是楚国，幅员辽阔，兵多将广，但吴王阖闾志在挑战楚国的霸权。公元前506年，约在2500多年前，吴国率先对楚国发起闪击战。孙武身为将军之一，参与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强调奇谋诡计，主张出其不意地攻其无备。此战中，吴国军队一路长驱直入，连破楚军，楚国都城郢都陷落，楚王仓皇出逃，史称吴破楚之战。这是孙武兵法实践的一场经典胜利。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孙武曾率军攻下楚国的重要城邑舒地，在一次战役中斩杀了楚军2位公子。这些战功使孙武的声名大振，一时之间，吴国兵威震动中原。然而，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楚国虽遭重创，但并未甘心失败。更严峻的是，北方强国秦国乘机出兵相助楚国，企图联合打击吴国。吴军在前线兵分多路，渐渐陷入不利。据传，
在楚国和秦国的联合反扑下，吴国军队最终尝到了惨败的滋味。吴王阖闾本人在后来的战斗中也身负重伤，不久伤重身亡。据记载，阖闾在与越国的交战中于公元前496年身亡。吴国在经历短暂辉煌后国力转衰，而孙武的命运也蒙上阴影。楚国收复失地后，愤怒的吴王夫差阖闾之子可能对曾主张激进用兵的老将们心存嫌隙。孙武在吴国大败之后便从史册中消失了，他是否战死沙场，或是选择隐退归隐，历史没有留下明确记录，成了一桩谜案。就此，传奇兵法家孙武销声匿迹，只留下13篇兵法著作流传于世。孙武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但他留下的谜团也很多，其中最大的疑问莫过于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孙武这个人。上述种种事迹，特别是训练宫女的故事，到底是真实历史还是后人附会的演绎？令人不解的是，关于孙武在当时的正史中几乎找不到直接记载。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的史书，如编年体的《左传》《中谈》及吴国军事时，多着墨于伍子胥等人，对孙武只字未提。孙武如此重要的一位兵学大师，为何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那些同时代或稍后的文献中呢？要知道，孙武身处的时代，史官记录多以中原诸强为中心，而吴国地处江南，被中原人视为蛮荒偏远之地。加上孙武的出身并不显赫，只不过是一介避乱他乡的齐国游士，他在吴国的地位也许并未高到能载入正史。更重要的是，孙武在吴楚之战后期的表现并不辉煌。从现有零星史料看，他单独领兵的战绩似乎不算耀眼，反而接连遭遇败仗。吴国后来还一度兵败如山倒，伍子胥与孙武把守的楚国都城失守，吴王阖闾自己都受了致命伤。孙武在那场败战后杳无踪迹，生死不明。如此看来，他的军事才能也许没有传说中那样战无不胜，再加上吴国最后也未能长久称霸，其功业随着国家败亡淹没。当时的人们或许并未意识到孙武的重要性，价值观的差异也是一个因素。孙武的兵法思想相当超前而冷峻，比如他在书中主张兵者诡道也，强调用兵要不择手段，出奇制胜，又有侵略如火等语，主张用兵如火焚原野般迅猛。这些观点在那个讲求礼法的春秋时代显得有些残酷和离经叛道。时在吴国攻破楚都后，曾大肆烧杀劫掠，挖坟掘墓，甚至将楚王宗庙毁坏，妇女掳掠，惨烈程度打破了春秋时期的战争礼仪底线。孙武的兵法理念崇尚非常规手段，在当时或许不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可，反而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换言之，他那套非常规战争哲学可能在当时被视为异端，不被史官青睐。因此，孙武和他的兵法在当世并未大放异彩，也是可以理解的。综上种种原因，低调的身世、不显赫的战功、争议性的理念、偏远的活动地，导致了孙武在早期史料中几乎没有存在感。假如不是几百年后的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给他立传，后世恐怕无从得知竟有孙武其人。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不仅讲述了孙武见吴王、斩美姬、破楚国的故事，也明确提到孙武撰有兵法13篇流传于世。他甚至交代了孙武和另一位兵法名家孙膑的时代与血缘关系。孙武既死，后100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后世子孙也。意思是孙武去世100多年后，出现了孙膑这个人，他是孙武的后代子孙。这一记载将两位相隔100年的兵法大师联系了起来，也向我们暗示孙子兵法与后来孙膑的兵法著作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传承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毕竟写作于西汉时期，比孙武所处的年代晚了400年之久。他是根据什么史料去描述一个几百年前几乎没有早期记录的人物呢？这让不少后世学者存疑。从南宋开始，就有人怀疑司马迁笔下的孙武是否真有其人，亦或只是根据传说杜撰的人物。南宋的叶氏就明言，凡穰苴、孙武者，皆便是妄想标志，非实事。他认为孙武可能只是后世讲故事的辩士幻想出来的人物，并非真有其人。此言一出，
为千古兵圣的真实性打上了问号。到了近代，怀疑论更是不绝于耳。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考证后得出大胆结论：孙武和孙膑其实是同一个人。司马迁搞错了，把一个人拆成了两个。钱穆认为事遂莫能辨，而史公、司马迁亦误分以为二人也。他是受日本学者斋藤卓堂的启发，提出所谓武膑合一，说认为孙武是名字，孙膑是绰号，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换句话说，孙武与孙膑根本没有年代上的交错重叠，所有关于两代兵法家的记载其实指向一人，只是误传误记造成了两个名字的传承。这种说法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在史料匮乏、考古证据确如的时代，也一度有不少支持者，甚至还有人脑洞更大，提出其他离奇假说，例如孙武压根不存在，孙子兵法是后世假托之作，或者孙武确有其人，但现存的13篇兵法其实是后人，比如孙膑写的，然后托名祖先以增威信，再或者干脆说孙武就是伍子胥的化名。这种观点更极端，认为吴国的军事谋略实际都出自伍子胥之手，孙武只是虚构的人物，用来分担声望。可以看出，在没有考古实证的情况下，历史学者们对孙武其人其书的怀疑已经发散出各种版本，真可谓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概括来说，孙子作者之谜主要有几种观点。夷古派认为孙武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孙子兵法是战国或汉代学者委托的作品，可能综合了多家兵法思想。张冠李戴派承认孙武、孙膑都存在，但怀疑流传至今的13篇兵法其实是孙膑所写，而被误传为孙武之作。这种看法觉得孙武时代较早，未必有能力写出这么成熟的兵书，反倒是战国中期的孙膑更可能是真正作者。合二为一派如钱穆等人所倡，认为孙武和孙膑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历史记载有误，把他的名字当成两个人了。这样孙子兵法的作者自然也是孙膑或孙武，一人只是名字混乱。后人增补派这种观点相信孙武确有其人，并写了兵法的初稿，但后世可能包括孙膑在内，对孙子兵法有所增补润色，使其成为一部包含几代人智慧的集体作品，而非孙武单独原创。正统派则坚持传统说法，认为孙武是真实存在的兵学圣贤，13篇兵法确系他所著，后世不过是注释传播，并无伪造。在20世纪中叶以前，由于缺乏直接的古代文本证据，以上种种争论难有定论。毕竟我们能看到的孙子兵法抄本多是宋代甚至更晚的传世版本，中间经过了1000年的流传与整理，真伪难辨。而要验证谁是真正作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找到年代更久远的原始版本或译文。正当学界为此争执不下的时候，大自然和历史似乎决定给出一个答案。这答案静静地沉睡在地下2000多年，等待人们去发掘。时间来到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的考古工作如火如荼，各地屡有重大发现。1972年春天，在山东省临沂市区西南的银雀山上，一场意外的发掘拉开帷幕。当时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脚下兴建一座新办公楼，施工队于4月10日开始动工，开挖地基。然而挖至地下约2米时，工人们的铁锹碰到了硬物，随即露出了一角奇怪的结构。经仔细清理，竟然发现是一座古墓的墓顶。银雀山本就是当地的文物重地，自1970年以来已陆续发现多座古墓，施工意外惊现古墓并不罕见，但对建设工程来说却是个大麻烦。工程只得停下来，立刻上报文物部门。考古专家闻讯赶来，一场抢救性发掘就此展开。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看似寻常的古墓发现竟会为我们解开一桩尘封2500年的历史悬疑。考古人员对银雀山这座新出土的墓葬进行了编号，称为银雀山汉墓1号墓。稍后附近又发掘了一座2号墓，经初步判定，这是一座西汉初期，约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文帝、景帝年间的墓葬。墓室由岩石掏凿而成，结构为长方形树穴木椁墓，
墓坑内有一道木椁，将空间隔成两部分，一侧安放墓主人的棺椁，另一侧则是放置随葬物品的边箱。让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边箱里发现了大批散乱的竹简。竹简是中国古代书写载体，在造纸术发明前，先秦两汉的典籍多书写在竹木简牍上。能在一座汉代墓里发现成堆的竹简，意味着有大量古书随葬，这对历史学者而言，无异于发现宝藏。刚出土时，竹简因埋藏年代久远，沾满泥土，水渍斑斑，必须极为谨慎的清理。带队专家吴九龙小心翼翼地捡起一片竹简，用清水漂洗，赫然发现上面有依稀可辨的墨书文字。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成堆竹简很可能就是一批贵重的古代典籍。考古队加强了保护措施，把每一寸泥土都细细筛过，最终从银雀山1号汉墓中共清理出4900多枚竹简，数量之多为新中国考古罕见。更令人惊喜的是，经初步识读，这批竹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古代军事、哲学、历法、杂术等各类典籍。经过清理和整理，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边箱中的竹简居然包括了中国古代4大兵书中的4部。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座墓里找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和魏了子这4部传世兵书的古本。除此之外，还有先秦其他典籍，如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等，甚至还有篇名奇特的古书残简，如《香狗经》、《曹氏阴阳》等，内容丰富程度令人啧舌。2号墓则出土了一份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目前所知最古老、最完整的古代历法实物。这次考古发现之重大，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质量。特别是兵书的出现，震惊了国内外考古和历史学界。银雀山汉墓简牍的出土，被誉为与马王堆汉墓帛书、秦兵马俑坑比间的新中国10大考古发现之一。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而言，最关键的莫过于那2部失传已久的兵书《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众所周知，《孙子兵法》13篇自古有之，历代相传，但另一部《孙膑兵法》却早在汉代以后就一时无闻，只在史籍中留下名字。两书齐现墓中，仿佛在静静讲述着2000年前的一段秘史。考古队员和文字专家花了2年时间，对竹简进行辨识和拼合整理，终于将这批珍贵文献内容公诸于世。其中，《孙子兵法》竹简基本保存完整，13篇篇目俱在，虽有少量残缺，但大体内容与我们今天流传的版本相符合。此外，还有孙子译文5篇，是除13篇外的一些补遗片段，而另一部《孙膑兵法》则因年代更久远或保存环境较差，简牍残损较重，但仍整理出6000多字的内容。这对于失传1700多年的古籍来说，简直是奇迹，等于将失落的文明碎片重新接回了中国兵学谱系之中。当整理者确认了这2部兵书的内容和篇名时，可以想见整个学术界是何等轰动。长期以来的孙武、孙膑其人其书之争，终于有了来自地下的实物证据。正如专家所宣布的那样，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一举解开了历史上关于孙武、孙膑以及孙子兵法真伪的一连串千古之谜。首先，竹简明确区分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2部书，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的确无误。孙武和孙膑并非同一人，也并非后人杜撰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各有其人，各有其书。墓中竹简上的偏题可以判断出2部兵书各自独立。例如，孙子兵法检测完好的篇目有西纪篇目、作战先、乌谋攻前等13个篇名，正是传世孙子13篇的架构。而孙膑兵法竹简上亦有孙膑曰，字样包含多篇内容，虽不全，但篇名如锦、庞涓谦等可辨，明确地将这部兵书归属于孙膑本人。这一铁证完全推翻了孙武、孙膑为同一人的奇谈。钱穆、李敖等人的合并说在考古发现面前不攻自破，若真是一人，
何来两书同目？其次，更有利的是，银雀山竹简证明了孙武其人和他的著作早在西汉初年以前就已广为流传。因为这座汉墓大约下葬于汉文帝、景帝年间，约公元前150年前后。换言之，司马迁传《史记》大约在汉武帝时期，即公元前1世纪初的几十年前。这墓主人已经将《孙子兵法》作为珍贵典籍随葬了。很明显，在西汉之前，《孙子兵法》一书就已经存在并被重视，绝非后世伪造。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很可能见过《孙子兵法》这部书，并相信其中蕴含的是200-300年前孙武的智慧结晶。这说明什么？说明司马迁关于孙武的记载并非凭空捏造，他很可能掌握了我们今天已失传的某些史料，或者至少看到了孙武兵法的文本，从而坚信孙武其人其书的真实存在。如今银雀山汉简的出土，等于帮司马迁证明他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可靠的。所谓孙武是虚构，兵法是伪书的观点，终于有了实物来驳斥。值得一提的是，墓中出土的不仅有《孙子兵法》13篇，还包括5篇未见于今本的孙子译文。这些译文可能是先秦时期孙武兵法内容的补遗或阐释，也许对应着古籍目录中提到的《孙子兵法》其他卷志。因为历史上存在关于孙子兵书篇幅更长的记载，例如在汉代刘向编《别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据说有孙子82篇、孙膑89篇等记录，这让后人一直疑惑，我们现今只有13篇6000字左右的孙子兵法，那传说中的数十篇又是怎么回事？有一种解释认为，那个82篇也许包含了后人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兵法图解等附属内容。如今银雀山发现的孙子译文，或许就是原本兵法体系中除13篇正文外的其他内容一部分。无论如何，他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证明古人所说的孙子兵法并非仅有我们熟知的13篇，还曾有更多篇章流传，只是不幸失忆罢了。而对孙膑兵法的出土，则是另一个重磅轰动点。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孙膑，以此明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说明孙膑也著有兵书流传于世。然而在银雀山考古之前，这部书在历史上早已失踪，许多人甚至怀疑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假托。现在竹简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上面有孙膑本人的言论和他在桂林、马陵用兵的记载，这不仅证明了孙膑确有其人，且他的兵法著作也真实存在。比如简文中记述了孙膑设计在马陵道诱杀庞涓的桥段，与史籍记载相符，显示出孙膑兵法对如何设伏、削弱敌军有深入探讨。孙膑兵法的重现，等于为战国时代的兵学图谱补上一块拼图，使我们对兵家孙子学派的成绩脉络有了直接认识。在这里，我们不禁要好奇，既然孙武和孙膑的兵法著作都同时出现在一座汉墓中，那这座墓的主人是谁呢？他为何要将这2部兵书一同陪葬？可惜墓志等身份线索一失，墓主人并未确知姓名和身份。从墓葬规格和所藏书籍来看，他应该是西汉初年齐鲁一带的地方士大夫或军事官员，很爱好兵学典籍，因此他生前可能收藏研读这些先秦兵书，死后便随葬于墓。想象一下，这位汉代读书人或许出于对古代兵法智慧的推崇，将2部孙氏兵书珍而重之地带入长眠，一睡就是2000年，直到现代人重新将它们唤醒。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不但在学术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有一些动人的细节故事。据说当年竹简修复整理完毕后，被定为国家1级文物，时任总理周恩来亲自批示，调度专列火车将这批文物护送至济南的山东博物馆收藏。从此，这些竹简成为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吸引无数历史爱好者前往瞻仰。人们站在玻璃展柜前，凝视着那些纤细斑驳的竹片，上面墨迹斑斑点点，仿佛仍在低声诉说着2000年前的谋略智慧。历史在这一刻变得触手可及，1000年前的真相透过竹简上的字迹，穿越岁月的尘埃，终于抵达我们眼前。
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发现与研究，关于《孙子兵法》作者的千古之争总算有了定论。简读证据显示，孙武和孙膑却为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各自撰有兵书。这意味着历史上确有其人孙武，他撰写了最初的13篇兵法。同样地，孙膑这号人物也真实存在，他继承祖先衣钵，写下了自己的兵法著作。《孙子兵法》的作者不再有疑问，正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然而，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深入思考，银雀山竹简给出的信息似乎又在暗示《孙子兵法》这部书的成书过程可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积累完善。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们分析竹简内容后，提出一种观点：现有《孙子兵法》原出孙武，完成于孙膑。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部《孙子兵法》，其核心思想和初稿源自孙武之手，但其最终定型和完善可能得到了孙膑时代或孙膑本人的传承和补充。它其实是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并非一人一时之功。这种观点并非没有依据，想想看，孙武和孙膑相隔约150年，两人既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又同属兵家孙氏一脉。孙膑在齐国担任军师时，大体上是沿着孙武开创的兵学思想在发展，他是否可能对祖先的13篇兵法进行过注释、阐发，甚至扩充？毕竟汉代艺文志中记载孙子兵书有82篇那样的庞大篇幅，而孙膑兵书有89篇。有学者推测，那些多出来的内容可能是后世孙氏兵家对孙武原著的继续整理和阐述。也就是说，在战国中期，孙膑很可能是孙武兵法学说的继承者和完善者，他以实战经验丰富了兵法理论，使之更加体系化。因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孙子兵法》13篇，虽然基本架构仍是孙武的思想，但能流传至今且内容丰富严谨，也许得益于孙膑及其后学的整理传播。银雀山竹简支持了这种代际传承的图景，因为在竹简中我们可以看到孙膑兵法与孙武兵法有许多一脉相承的思想。例如孙武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膑也强调洞悉敌我情报，权衡形势的重要。孙武强调兵贵诈，孙膑更是在实战中演绎出各种诡计奇谋，围魏救赵、减造诱敌等淋漓尽致。孙武善用势，讲究以小胜大，孙膑则在桂林巧设伏击，靠智谋挫败强敌。两人思想一脉相通，而孙膑的著作中也确有评论和发展孙武兵法之处，体现了后来者居上的深化。这印证了史书所载，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对前者的阐述和继承。因此，我们可以说，《孙子兵法》这部旷世奇书并非凭空问世，而是诞生于春秋末年乱世，由孙武在实践中总结出初稿，经历了战国时期孙膑等人的检验和丰富，最终成为兵学经典，定型于战国中期。它凝聚的是跨越几代人的军事智慧。换个比喻，孙武好比播下了一颗兵法思想的种子，孙膑及后学们则浇灌修剪，使之成长为参天大树，枝繁叶茂，荫蔽后世。不过归根结底，种子是孙武种下的，他确实功不可没，地提出了许多划时代的战争原则和理念，为后世军事理论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说，《孙子兵法》的作者首推孙武，这是无可置疑的。孙膑则是该学派的传人与再创造者，他并没有取代孙武的地位，而是让这棵大树更加茁壮。千百年来，孙武与他的兵法从默默无闻走向众人瞩目，可谓命运多舛又极富戏剧性。试想，当年他在吴国时不被中原诸国重视，战功也许平平，死后甚至没人在意的给他写一笔传记，是司马迁慧眼识珠，把他从历史的缝隙中挖了出来，称颂其书其人，使《孙子兵法》这个名字开始弥足珍贵。后世的将军帝王们纷纷研读这本兵书，奉孙武为百世兵家之师，尊称他为兵圣。矛盾的是，在我们敬仰他的同时，又不得不困惑，这样一位兵学宗师，为何在他身后多年却找不到确切踪迹？
于是才有了旷日持久的真伪之辩。所幸历史没有让我们永远活在谜团中，埋在地下的竹简给了我们答案。孙武并非虚构，他确实留下了不朽的兵学思想。孙膑并非赝品，他的智慧也是战国军事的重要一环。孙子兵法起源于孙武的原创，历经岁月淘洗后，由孙膑一脉继承完善，终于流芳百世。那本曾被质疑为伪书的13篇兵法，就这样真真实实地躺在汉代竹简上，向我们证明了自己的身世，解开了作者之谜。让我们把目光转回这部兵书本身。孙子兵法为何能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成为兵学经典中的经典？这当然与他凝聚的思想精华密不可分。孙子兵法共有13篇，约6000字，内容涵盖战争的方方面面，从战争全局的筹划，子计篇只论述武士七计，强调知己知彼；从作战禅谈后勤补给，到具体战术，从军行机，军事来讲，形势与兵力运用，此虚实比，论轨道其正；再到特殊战法，决久变同全行军七情地形，分析各种地理条件下的策略，全火攻全其用间，全阐述火攻和间谍情报的重要性等等。孙武以高度凝练的语言道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高境界，提倡灵活机变，善用谋略。他告诉后人，夫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战争视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事务，一定要审慎筹划。他又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是强调情报与自知之明的重要性，成为千古兵家箴言。再如兵不厌诈，避实击虚，迅速如风，不动如山等等，无不展现出孙武对战争规律独到而深刻的洞见。这些理念听起来仿佛常识，但要知道，在春秋时代是一种革命性的思维转变。孙武之前的许多战争还讲究所谓仁义礼法，军事行动常常中规中矩。然而孙武指出了战争的残酷本质，兵者诡道，鼓励用计谋欺敌，速战速决，目的就是以最小代价赢得胜利。他的兵法既重视道义与民心，开篇就谈道的重要，使民与上同心，又灵活运用权谋和机变。可以说，孙子开创了一种理性务实的军事哲学，讲求全局谋划，审时度势，不拘泥于形势，而追求实际效果。他甚至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把不战而胜，置取胜于力战放在更高地位。正是由于思想博大精深，逻辑缜密严谨，孙子兵法在后世被奉为兵家必读的百世兵书之祖，历代名将无不研习此书。三国时期，曹操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亲自为其做注解，使这部古老兵书得以广泛流传。唐太宗李世民身为一代英主，更盛赞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意思是读遍各类兵书，没有哪本能超过孙武兵法。在他的治国平天下实践中，据传多次应用了孙子的谋略原则。李世民还下令将孙子等兵书列为将兵科考的内容，以提高军官素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孙子兵法在全球也享有盛誉。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之一，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亚、欧洲乃至美国的军事院校都有人研读。日本、韩国自古就受其影响，如日本战国时代武将武田信玄名言“风林火山”便取自孙武兵法，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西方则从18世纪起，陆续将孙子译成英文、法文，拿破仑、毛奇、麦克阿瑟等名将都曾借鉴其中智慧。直到现代社会，许多商业策略、体育竞技，甚至政治斗争中，人们仍爱引用孙子的思想，比如知己知彼和出其不意等原则，被广泛应用在竞争和谈判中。可以说，孙武虽是2500年前的古人，其思想早已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智慧财富。然而，在这辉煌的影响背后，我们也不能忘记，如果没有银雀山汉墓的发现，我们对孙武其人以及兵书来历的认识，
或许依然迷雾重重。想一想，如果没有那场施工挖掘，没有那一捧捧泥土中捡出的竹简，我们至今可能还在争论《孙子兵法》是不是曹操删改过的残本，孙武会不会是子虚乌有，孙膑到底写没写过兵法等一系列问题。那些曾质疑孙子其人其书的观点，也许还会占据历史教科书的一隅，让人们将信将疑。历史有时就像一场耐心的等待，真相埋藏地下，只等时机成熟再现身人间。当年默默无闻的孙武，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名字千载后会如此举足轻重。而我们这些后人更没想到，破解孙武身份的钥匙，竟是一卷卷脆弱的竹简。在这些竹简出土前，许多人抱着怀疑论，认为孙子是传说，兵书是伪作。然而竹简摆在那里，字字镌刻着古人思想，它所蕴含的信息无需辩驳，便自有千钧之力，让争论尘埃落定。这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考古实证的意义。透过地下出土的材料，历史得以被还原本来面目。我们应当怀着谦逊的态度，面对每一件古物，倾听它述说过去的故事。银雀山竹简告诉我们，即便隔着2000年，真理终究不会缺席，只是在等待被发现的那天。最后，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孙子兵法到底出自谁之手？现在，我们可以自信地回答，出自春秋末年的兵圣孙武，但也离不开战国中期孙膑一脉的程序完善。两位孙子一前一后，跨越100年，共同塑造了这部兵学不朽之作。孙武开其先河，孙膑发扬光大，成就了传世兵书的光辉。这不禁让人感慨历史的奇妙。原本默默无闻，差点被遗忘的孙武，靠着一本兵书使自己名垂青史，而他的书也因后世的实践者不断丰富，历经战火仍留存。而当我们对他的存在将信将疑时，又是埋藏地下的文物给了他最有力的证明。千年之前，两位孙氏兵法大师隔空对话，薪火相传。千年之后，真相浮出水面，尘埃落定。今天，当我们翻开孙子兵法，不妨带着一丝追根溯源的敬意。每一句兵法箴言的背后，都站着真真实实的古代军事家孙武和他的后世传人孙膑。他们的智慧穿越时间长河，在竹简上沉睡，又在现代被唤醒，继续指导着我们思考竞争与战争的本质。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之处，也是知识传承的壮丽篇章。一部兵书的传奇就这样串联起2000年的时空。在追问谁是作者的过程中，我们见证了历史真相如何浮现。从宫廷演武场上执法如山的孙武，到战国沙场上足智多谋的孙膑，再到汉代墓穴中静卧的简牍，直至当代博物馆里熠熠生辉的文物，这一切仿佛一出跨越1000年的戏剧，每一幕都有着自己的精彩。而谜底揭晓时，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的名字，更看到了智慧传承的光芒。现在，当有人再问起《孙子兵法》的作者，我们可以讲述这段精彩的探索历程。它始于孙武，成于孙膑，历经战国纷争和汉代典藏，最终由尘封墓葬中的竹简证实于世。这大概比单单一个名字的答案要有趣得多，也更加发人深省。历史的真实有时比传说更传奇，不是吗？